大家好，我是外国人。这个我在学台湾人学外国人的口音，有点好笑了。哈，大家好，我叫圆圆，我是法国人，我在台湾8年。然后虽然我已经在台湾蛮久，但是有一些台湾人的行为还是的习惯，真的会让外国人非常的困扰。我今天要跟你讲几个举例了。第一，便利商店的员工真的问了太多的问题了。我知道不是员工的问题啦，没错，他们都是在这边工作，他们一定要问那些问题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便利商店问这么多问题，因为其实我在国外，你有小东西要买，你给他，他会扫，你付钱，说谢谢，然后你就走。但是在台湾不是这样啊，在台湾他先会说会员吗？他说要不要列出来呢？说不用，要不要袋子加2块？说不用，你只是想赶快买然后走，然后你很努力的讲中文，但是你很怕，如果有一些你听不懂的东西，还是要用英文。有时候觉得很烦哦，为什么问这么多问题？明明就我只是想买小东西。好啦，小事了。OK， 下一个真的蛮特别的。你如果是台湾人，你可能对你来说很正常，但是对外国人、对法国人蛮奇怪的。有一些餐厅的老板，他不会理你。对，因为他在做他的事情啊，他在煮饭，我知道他很忙，没错啦。但是我就是来，在他可能靠近跟这个差不多啊，1公尺，然后我在等，因为法国人会等到老板理你，再点菜，我在等老板问我，你好，你要吃什么呢？然后我会回答，你好，我要一个培根蛋饼。但是台湾有时候不是这样哦，老板在管他自己的事情，他不会理你，你要直接跟他讲，你要直接说，老板，我要一个温的豆浆，还有一个培根蛋饼，谢谢。他才会说 OK， 没问题，你去做。但是对法国人来说很奇怪，所以我以前真的蛮困扰的。有时候啊，我在这边，我在等老板理我，然后老板都不理我，然后可能过了1分钟、2分钟，有台湾人来，然后他直接跟老板点，然后我在想，等一下哦，我在这里耶，我不是透明的啦。我那个时候很生气，觉得怎么会这个人来，然后插嘴。我明明就只是在这边等，因为他以为可能我已经点了，这个是一个会让外国人非常的困扰的事情。好，下一个我觉得真的蛮奇怪的。我现在在台湾8年，我还是不太习惯。你要跟一群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你应该要就是说清楚我们会在哪里见面。说清楚需要怎么做呢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其实你可以开 Google 地图。然后你就是放在那个店，可能是一个地方、一个出口，还是一个店的名字。你点进去，然后你可以分享它的 URL 给朋友。朋友收到那个 URL， 一定知道就是这里。台湾人常常要跟朋友见面，用讲的你知道，你先从3号出口出去，然后你右转，过了5公尺，你会看有一个卖衣服的店，那就是你过马路就到了。等一下哦，为什么这么复杂？然后常常大家也找不到，然后只是用电话，喂，你在哪里？你看不到那个 7 吗？然后一人就是找不到，然后最后还是终于见面说，不简单哦，为什么不要直接分享一个地图的链接？超方便，超简单。还有时候大家会拍照片说我在这里，但是有时候那个照片也没有那么清楚，可能是一个小角落啊。其实 LINE 也可以分享你现在目前的位置给朋友看，这个超方便。我真的不太了解为什么大家没有习惯用这个功能，可以考虑一下啦。好，下一个可能刚刚一群朋友见面，唱歌还是吃饭，然后就是过得很开心，然后差不多要回家，我会说谢谢，今天很好玩啊，下次见。然后我开始走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拍照。OK， 那我们就是先要等，因为有一个朋友在厕所，所以我们先等大家都在，然后大家继续聊天。然后 OK， 我们要拍一个照片，开始拍，1、2、3，拍一大堆的照片。
然后你终于觉得哦，那我差不多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等一下？他会开始算一算啊，你住这边，那个朋友也住你家附近，你们两个要不要一起坐计程车比较便宜？然后大家都会这样讨论谁要跟谁，然后你可能还要等，总共等了20分钟，因为大家聊天、拍照片，在讨论谁回去、怎么回去。我有时候真的很累，就是想回家。为什么有这么复杂？这是一个台湾不一样的习惯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我在台湾学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句子，你一定知道这个句子，它是我考虑一下。对，在台湾，我考虑一下的意思就是，我没有兴趣，谢谢。但是这个方法会让两个人都有面子，所以很多人喜欢用到。我之前不知道，所以可能有人要买东西给我，然后我就是说，但是我没有很大的兴趣啊，而且有点贵，我还在看其他的。然后他一直继续希望可以说服我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真的觉得，那我要试试看这个很神奇的一个句子。我跟他说，好，那我先考虑一下。然后那个人马上说，好，没问题，OK，拜拜。我那个时候在想，哇，真的成功了。他就是完全了解我是没有兴趣的，然后他就是让我走，太神奇了。所以对，在台湾，你说我考虑一下。就是你没有兴趣的意思，真的蛮有趣的，然后非常的好用。好，这个影片到这里，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我说的几个例子，怎么样？你同意吗？你同意有点奇怪？你同意外国人会觉得很困扰吗？还是你觉得其实很正常，就是外国人很奇怪吗？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耶！好，我跟你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